真没想到我们这里变成垃圾收集站了啊！我已经很小心的挑选了，不过现场的环境实在太混乱了。我男朋友刚从美国回来，这阵子我不想加班哦。每次我要准备考试的时候，事情就特别多。你们怎么搞的？家乔这样做是对的，宁愿多找点证物来验，免得漏掉什么。所谓人命关天，就算一条羽毛啊，也可能是破案的线索。何必这么认真呢？我们又不是不做。那好吧，开工了。好，开工，开工，开工。哎，安峰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暂时只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一些衣物的纤维，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家乔，发现了一些东西，你们过来看看。哇，你在哪里发现的？幸亏你捡了一堆垃圾回来，这羽毛是粘在口香糖上的。卓崇杰和张立民2件案子都发现有同一种羽绒，这么看起来，他们很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遇害。你认为卓崇杰不是死在他和张立民的爱巢里？我觉得那个钥匙包和电脑磁卡是凶手故意留下，引我们上去嫁祸张立民。凶手身上沾到羽绒，会不会是在做羽绒被的工厂里上班的？不会，如果是的话，就不会1、2条了。是啊，应该沾得全身都是。这3名死者死了之后，双手都绑了尼龙绳，这种手法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做的。为什么死了之后才绑呢？搬尸，搬家也得绑好家具啊。那为什么要绑蝴蝶结呢？是不是象征什么呢？可能他习惯了吧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卓崇杰、谭慧欣以及梁中日，他们3个互不相识，可是他们同时也都认识张立民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张立民身边的朋友开始着手调查。他几个同事我都问过了，没有什么可疑。而梁中日，我觉得有点嫌疑。如果我的葬礼只有小猫2、3只，我会觉得好凄凉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拉全警局的人来向你鞠躬。2位先生，我是曾家园督察，你们是死者的朋友吗？我想跟你们谈一谈。Manfield 是我们的老朋友，以前经常上兰桂坊，不过最近半年他都没有出来陪我们一起玩了，说是怕他的情人不高兴。我偶尔在 GO 以及欢乐吧见过他们。崇杰老是黏着他，生怕 Manfield 被人抢了。Manfield 他很花心的吗？不会啊，他跟人打得火热的时候特别乖的，都不出来玩了。他到底交过几个男朋友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啊。有没有哪个印象特别深刻，或者是和他不欢而散、反目成仇的？没这么夸张吧？他们又不是小孩子，感情的事自己会处理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 Matthew 结婚之前，好像和那个忧郁小生交往过一阵子？哎呀，你不提我差点忘了，他比崇杰更粘人，从来没见过他笑。不过 Manfred 呢，说喜欢他小鸟依人。还有啊，平时不吭声，发起脾气来吓死人。分手的时候闹得天翻地覆的 ，Matthew 差点被他掐死啊。他们什么时候分手的？ Matthew 说要结婚，就跟他分手了。其实主要就是受不了他嘛。那个忧郁小生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 Vita。我只听过一次他的中文名字，因为他的中文名字很特别，所以我记得叫做洪天飞。洪天飞。后来你们见过他吗？没有啊，可能是回台湾了吧。台湾？他是台湾人啊。我查过书了，绑着尸体的双手是台湾某个部落的迷信风俗，目的是不让死者的鬼魂回来报仇。这几件案子凶手都绑蝴蝶结，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台湾人。莫非是洪天飞？你们正在查他，有什么发现？他5年前和张立民分手之后就回了台湾去了，没有多久就去日本，之后就查不到了。如果他是那个部落的人，会迷信这些的。这么说，他的嫌疑最大。Madam， 我看我们需要寻求台湾警方的协助。慢了，Man，你不要死啊 ，Man。
陪我喝酒。没了，没，喝，没，别走，没，喝，喝，喝光了，开这么快，赶着去脱胎。初步推断是服食过量的安眠药混合烈酒致命的，因隔脉而加快了他的死亡。你是说自杀？可以这么说。死了多久？死了大概3天左右，不过因为开着冷气，所以尸体没这么快发臭。要不是送报纸的发现他几天没有开门拿报纸，可能还没发现。我们正在查他，谁知道他死了？我爱列明，我要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要杀死他，连他老婆和情人也是我杀的。可是我很后悔，我杀了我最爱的人，我已经失去一切。我是一个妒忌的人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，只有同归于尽才是最后的解决。这个就叫因爱成狂。照这么看，凶手一定就是他。以我推断，他一定是畏罪自杀。你认为不是自杀？可以借你的手用用吗？可以。那通常隔脉第一刀下去有深有浅，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，刀应该是由外向内，手腕内侧的伤口就会比较深。你意思是说，由伤口的深浅可以判断出下刀的方向？不错，死者手腕外侧的伤口比较深，所以刀子应该是由内向外。但是不会有人这么隔脉的，所以死者是被人抓着手割下去的。谢谢。还有啊，死者是地道的香港人，怎么会迷信台湾某个部落的风俗呢？他是杀了人，然后才绑着双手的。但是屋里找不到任何其他指纹。哼，看来这个凶手倒蛮细心的。可是百密一疏啊。我在现场找到2个酒杯，一个在睡房，一个在厨房。睡房那个酒杯很明显是装过烈酒。这厨房那个虽然洗过，但是经过化验之后，也证明曾经装过烈酒。照这么说，在事发当晚，死者曾经和人喝过酒，加上聂医生的证据，凶手另有其人。什么？那么杀梁中日的凶手很可能就是杀张立明的凶手。凶手把所有的罪都推在梁中日的身上，造成好像是畏罪自杀。其实呢，就是不想我们继续调查下去，那他就可以逍遥法外。我早就怀疑也是谋杀了。那你干嘛不早说？所谓功高莫盖主，做人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啊！你想不想扫厕所啊？光会放马后炮。不过幸亏管理员看到一部白色高丽牌轿车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这部车也是我们破案的线索。老大啊，台湾那边有消息了，他们找到洪天飞唯一的亲人是他80岁的外婆，1年前曾经收过他的一封信，上面还有回邮地址呢。在哪里啊？香港。是这儿。你们找谁？我是曾家园督察，这几位是我同事，麻烦你开门。我2年前买这房子，一直住到现在。李美倩小姐，你是不是一个人住？我一向都是一个人住。这个人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那么洪天飞你认不认识？也不认识。你们这个案子我在报纸上看到过，可是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们查这个案子会查到我家来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那可能我们消息错了吧？不过如果将来有需要的话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合作。当然了，如果帮得上，我一定会帮你们。
那个地址明明是这里啊！可是那个人并不是洪天飞啊！哎，难道是回邮地址写错了？不可能的，写给自己外婆都会写错吗？就是啊，哪会有人像你这么糊涂啊？也并非没有这个可能。听到没有？老大爷这么说。其实那个女人会不会是洪天飞的女朋友呢？切，我们不是打草惊蛇了。大野华在，你们俩上去盯着他，顺便问问左右邻居有什么线索。 Yes sir。我想订张机票。问过他附近的邻居，都说不认识洪天飞。而于美倩真的是一个人住，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，也没见过她带什么男人上她那儿过夜。他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，邻居都觉得他有点怪怪的。跟踪他去过哪里？他去过一家旅行社，买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还买了很多旅行用品，好像想离开香港似的。上次没听他提过，一定有可疑呀。喂，车子找到了。喂，你好，内部是的。加强，喂，老哥，有什么发现？你看看，在车子地毯上找到有些血迹。这血迹是不是张立民的？魏小华，叫他怎么回答？是不是要等拿回去验我才知道吗？这我当然知道了，现在猜一猜不行啊？是吗？我看这部车子没有行车证，执照也没有，所以就立刻通知总部。老大，照这么看，这部车应该是凶手的。如果找到指纹的话，寄到台湾去，核对一下是不是洪天飞的。哦，韩凤，那个血迹和纤维的化验结果怎么样？你看，不出我所料，这个是车上的血迹，而这个是张立明的血型，完全吻合。是啊，我也有结果了，卓崇杰的衣物纤维和车上找到的也吻合。哎，还有啊，在车上也发现有张立民和梁中日的衣物纤维，以及每次都有发现的羽绒。血迹、纤维以及羽绒都完全吻合。现在可以肯定，凶手开的就是这部白色高丽牌轿车。交通部已经查过了，这部车是失车，已经报失了几个月了。车主是什么人？车主是一位空姐，在案发那段时间根本不在香港，所以应该没有嫌疑。曾 Sir， 刚刚收到台湾传过来的传真给你。好，谢谢你。指纹真的是洪天飞的。哼，果然就是凶手。老大，要不要立刻申请通缉令逮捕他？有件事还是搞不懂。我觉得回邮地址很可疑，所以到入境处去查过，他们答复就是洪天飞6年前离开香港之后就再没有入境了，可是现在又在香港杀人，为什么？或许是偷渡回来。入境之后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再写信给他外婆，所以回信地址自然就会写香港了。然后偷了一部车子，陆续出去杀人。但他有正式的台湾护照，何必要冒险偷渡入境呢？喂，执照的女兵呢？跟不跟啊？当然要跟啦。就我一个人呢。
咦，麦德玛，你也喜欢洗三温暖啊？真是巧，于小姐。幸亏我急中生智，跟他谈减肥妙方，分散他的注意啊，他才没怀疑我。平常你吃什么减肥药？瘦得进减肥药。严凡，你裤子这么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？转个圈我看看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嚯，你这样也叫减肥？好讨厌啊！怕什么？女人爱漂亮是天经地义的。哪有啊？我骗他才这么说的，我哪有减肥嘛？我就不爱打扮。喝吧。老实说呀，说不定早就怀疑你了，早就知道你在跟踪他。哼，减肥吃三明治，哎呀，很得意呢。咦，这么有空，不用查案吗？哦，吃饱就回去查案了。哎，你不用解剖，转行去卖水果了。去医院探望莎莉呀。上次见她肚子不大，这么快就生了。啊，你真是胡说八道的！人家出车祸，幸好人没事，不过车子就报销了。我也去看看他。就是这个人了，她就是整天来找 Manfield 的那个于小姐。果然没有猜错。这个女人和案子有关吗？